路上一直心事重重，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？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。为什么呀？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？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。希光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，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，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。而且你可以放心，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，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，就一定会完成。那好吧，那看看情况再说。其实相比起来，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。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？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，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。哎呦，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，那叫习惯了吗？所以，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。可以是可以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少了2根木头。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？你就不完整了呀。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。那我说的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嗯，1根木头都没有少，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下次再改。还要等下次？对，我先走了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雨而已。推开窗外，有晴空万里，总会有我有你，总会有我有你。你打算出来做光伏？我没这个打算，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，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。你卖给谁不是卖，我收了也是一样，就当我送给希光的一个礼物了。我不过在商言商，你这样一弄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，唯利是图，里外不是人。你还在乎这个？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，聂总倒是很了解自己。行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，在女儿面前表功，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，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？你要双远的股份，就拿你远程的股份置换，差额的部分我现金拨给你。你慢点吃，喝点果汁。你又买了，这个有果肉，好喝。对了，我问你们件事，
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？肯定有人说，但是还好啊，就是议论几句，这也很正常嘛。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，还有人议论呢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，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，被我听到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。关他们屁事啊！你明明多干了活，之前加班也最多，还徇私呢，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。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？你明明腿都给跑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生气，我也没生气。那，给，真的？真的啊。首先呢，他们这么说，说明我杀价到位了。其次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。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，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，他被人说应该的。对哦，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，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，是吧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，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。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啦！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，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。什么？你说邀请英姐雨华一起？那也不行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我们坚贞姐妹情，夜宵不能移。手下留情啊，姐妹，夜宵可以移的。请3位小姐移步下来吧，我就在公司停车场。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哇，西瓜，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？感觉好刺激，就是心跳有点快。我们没有啊，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，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啊？我有吗？那我检讨一下。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？今天去区里开会，被领导们叫住，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。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，区里非常感兴趣，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，可以申请补贴。真的吗？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，暂时还没回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太好了。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。完蛋了，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。其实高考的时候，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。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？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。没关系，很久了。你要听我说的吗？你想说吗？当然，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，但可能要很久。没关系啊，
我也有很久的时间。不是有12点的门禁？那倒是，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，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，你可以连载。谢谢。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，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。还没装修好，爸爸就被外派了。后来他出事，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，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，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。那时我7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跟爷爷奶奶住，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。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，爷爷奶奶从不阻拦，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。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，可从没细想。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，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。妈妈再次让我出国，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，也想在国内读大学。于是13岁时，我搬到了盛家老宅。外公一直对我很好。我高考比较早，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。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。这个时候，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。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？应该是。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，也太卑鄙了。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，我改了志愿，报了医学院。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。整个大学期间，我借口学业繁忙，很少去盛家。实在退不了去了，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。后来又去美国留学，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。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，我渐渐地放下，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。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，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，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，我才陪同参加。后来我出了车祸。那段时间，我心里充满了戾气，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，我直接答应了。我算是从基层做起，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，毕竟我没学过经商，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？进入盛源半年，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，我想办法解决了，
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圣行界的评级。我做了些事情，交了些朋友，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。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，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。这应该是夸奖我。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？这哪里是夸奖啊？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，不笑的话，别人怎么会放心？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？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。后来我就到了苏州，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，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，我好像回归了理智，好像得到了弥补，心情平和了。我问自己，为了让别人不痛快，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，是否有意义？当然，本来是有的，因为我那时矫情，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。可是现在又拥有了。希光，我不想放弃，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。过年时，在天池医院，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，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。前阵子去西北，站在黄沙旷野上，极目远眺，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，天地辽阔。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，不限于在手术台上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此路不通，我可以换一条路，我还可以学以致用。我的手废了，难道我只有手吗？最宝贵的，难道不是我的大脑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，特别厉害。以前我是很厉害，但是换了条路，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？不可能。这么肯定？就是这么肯定。好。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当然高兴啊。哎，其实，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，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、科研人员。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。哎，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？
当内科医生，还是搞科研，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？在深圳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发信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。安排相亲那个？对，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，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，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。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。她告诉我，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，加入了中科院，而且就在上海。她知道了我的遭遇，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。见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，我一定可以。这个企业，你好好经营着，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。我正想和外公说，等双眼脱困，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。你要回去当医生？医生是当不了了，做些别的。你终究还是放不下。也好，但是你未来干什么，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。我说送就送，你随便处置，你把它卖了，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，我都管不着。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。你问，你现在就问。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，她正在睡觉。睡觉？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？你说这年头啊，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。老李，上班之后立刻通知财法，着手办这件事。哎，外公，别推辞了，快30的人了，要成家立业了。外公送你一份产业，这跟你妈妈没关系，是我的决定。回去吧，聂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？